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耐基曾说，要保持忙碌，它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药。闲会让人无病呻吟，懒会让百病缠身，只有忙能治愈身心的苦，只有乐能驱逐人生的悲与痛。忙碌的生活使人精力充沛，懒散的生活呢，令人无精打采。人生苦短，只有忙碌才能让生命丰盈。闲人愁多。罗曼·罗兰曾说，生活中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，而是无聊。人若无所事事，就会心生杂念，容易胡思乱想，在患得患失中迷失自己。我认识的蔡女士，原是单位下属机构的一名负责人。她在领导岗位时做事利索高效，说话简单明了，整天忙忙碌碌，脸上总是充满自信的微笑。退居二线以后，处于清闲的状态，便开始抱怨生活，吐槽领导不重视员工福利，责怪年轻人没有责任心，觉得身边的同事对他疏离。空虚难耐时，他迷上了炒股，且没抗风险意识。前期投资时他赚了一些，后期再投入时遇到股市低迷，一路暴跌。他在银行的贷款、向朋友借的资金都被股市套牢，于是朋友追债，银行催贷，简直快把他逼疯。他愁得吃不下睡不着，憔悴的整个人像大病了一场。好长一段时间，他的精神萎靡不振。他说之前工作最忙时，加班加点的干活也没那么焦虑过。真是心闲生于世，人闲生是非呀。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有一句台词很经典，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，要么忙于生存，要么赶着去死。一个人若连生存都成问题，哪还有闲钱去投资？一个人若忙得休息都没时间，哪还有空伤春悲秋？忧愁多是闲出来的，闲着的人容易陷入无边的空虚，生出无端的愁绪，做出一些追悔莫及的事，长此以往便陷入恶性循环之中。古人云，闲人是非多，百忙解千愁。懒人病多。爱因斯坦曾说，我从来不把安逸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，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。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大学生，刚到大学时身高1.65米的他，体重才120斤，一学期结束，他足足长胖了30斤。大学生活相对轻松，离开了父母的监管，没有了高考的压力，他开始放纵自己，每天除了上课，剩余的时间都在玩游戏、吃零食、追剧。他说他最喜欢吃的食物是猪蹄儿、汉堡和啤酒，一餐最多时能吃下4个猪蹄儿、4个汉堡和5瓶啤酒，每天玩到深夜才入睡。无规律的生活、无节制的饮食，使他年纪轻轻就得了糖尿病，期末考试挂了好几科，被学校处分，精神上也处于抑郁状态。蔡康永曾说，当你没有上进心的时候，你是在杀人，一不小心你就杀了自己。人呢，一懒散便会丧失斗志，身体懈怠无力，精神空虚乏味，久而久之便失去了年轻人应有的活力。生命在于运动，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该奔跑时别躺着，该奋斗时别安逸。唯有身体无恙，精神丰盈，灵魂才能得到安宁。大多数的老年人呢，退休之后闲在家里，缺少锻炼，作息时间不规律，各种病痛也随之缠身。而漫画界的泰斗方成老先生，退休了，每天仍旧读书、画画、练太极，没事儿骑个自行车到处逛悠。他说，我一直很忙，
忙既健身又健脑，比吃啥保健品都灵。确实如此啊，他9旬高龄还能爬山登顶，参加第16届亚运火炬的传递，活到100岁才与世长眠。劝民诗云：不见贤人经历长，但见劳人筋骨实。忙人乐多。沈从文曾说，我一生最怕是闲，一闲就把生命的意义全失去了。世上最可怕的不是忙，而是终日无所事事，空虚寂寞。闲的人别念切生，想做的事一件没做，时间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耗，内心充满焦虑。忙碌的人呢，根本无暇顾及琐事，只朝着人生的目标追逐前进，未来可期。网红直播带货女王薇娅，全年直播销售额超过27亿，月收入3000万。她直播售卖的商品不单有房有车，还有火箭发射权。每天有众多的品牌商家、明星代言恭候她约见，连节目组采访都要等她工作的空档。她能让网友们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，让零粉丝的店5小时内创下7000万的成交额。她在韩国直播1场就卖出了85万的订单，轰动整个韩国。她受到过泰国亲王的邀请，得到马云的现场点赞，所到之处都有粉丝助阵，待遇堪比1线明星。这些耀眼的数字，让人羡慕的光环，并不是天上掉馅饼，而是她拼命的战绩。她说，她一天只睡3-4个小时，尝试忙到凌晨3点还没回家，凌晨5点已在路上。她虽辛苦，却感到充实而快乐。不甘平庸而忙碌的人，年龄不会设限，快乐并不奢侈。62岁的严歌苓坚持每天写作6小时，每隔1天就游泳1000米。她的举止和思维都灵敏。她说，只要1天不写作，2天不游泳就焦虑，浑身都不舒服。冻龄女神刘烨玲20年如一日的坚持游泳健身，50岁还横渡马六甲海峡。她的身材如妙龄少女，皮肤紧致有弹性，脸上都是阳光的气息。忙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忙能让生活充实，让生命更有意义。罗振宇曾说，你喜欢岁月静好，其实现实是大江奔流。世上从来没有唾手可得的东西，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收获。每一个人从平凡到卓越，都经历生活的千锤百炼。要想人生过得精彩，就得身体无病痛，灵魂无困扰，为心中的目标奔跑。闲会使我们的心灵备受折磨，懒会让我们的身体受到伤害，忙碌才会让生命保持永恒的活力。当你的付出换来价值不菲的收入，当你的步履翻过崇山峻岭，踏上阳光大道，当你的努力让你的人生熠熠生辉，你的内心才会从容的欢喜。忙的过程虽很累，也会有常人体会不了的辛酸，可努力到一定程度，就会有你想不到的惊喜。那种不言而喻的幸福，是生命的动力。逆流而上的人生，才不会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走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